压力不是毁掉你的人生，而是试炼你的开关。同样的环境，有人崩溃，有人爆发，有人心跳加速就慌张，有人心跳加速却兴奋，知道自己即将迎接挑战。想想你上次被压力压得喘不过气的情景，早上闹钟响，你一边翻白眼一边拖着身体起床，工作堆成小山，邮件不断刷新，心跳加速却无从下手。月底账单来临，你才发现工资早被花光。决定你人生走向的不是压力大小，而是你给压力起的名字。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压力，而是学会让压力成为自己的进化开关。今天我要给你一套压力开关模型，帮你从脆弱模式切换到爆发模式。别眨眼，这可能是你今年最值的一次认知升级。第一章，痛点直击，为什么你总被压力压垮？大多数人的生活像是被一股隐形的压力追着跑，想早起读书，3天就打退堂鼓；想去健身，卡刚办完，拍张打卡照就结束；想存钱，月初斗志昂扬，月底余额归零。你以为3天热血后就放弃，是自己缺乏自律，错，真相是你的大脑只认眼前的舒服，长远目标对它毫无吸引力，所以才会出现这些行为。工作一紧张，你立刻刷短视频缓解，钱刚到账，第一反应是点外卖犒劳。压力袭来，本能选择逃避，而不是直面解决。大脑天生追逐当下快感，哪怕代价是未来更大痛苦。压力从未消失，它只是换了戏服，先逼你逃避，再用短暂轻松骗过你，最后戴上恶魔面具，把你拖进死循环。久而久之，你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太没用，老是拖后腿。别急，你只是中了大脑默认设定的埋伏。心理学研究发现，长期现在先逃避，短暂寻求轻松，最后崩溃循环的人，大脑边缘系统会被高压不断强化，焦虑和低效行为就会变成常态。换句话说，你不是天生不行，而是被神经回路绑架了。第二章，真相反转，压力不是敌人，而是升级开关。为什么同样环境，有人能爆发？考试周，有人焦头烂额，有人临时冲刺逆袭；职场里，有人被压力压垮，有人顶着压力升职加薪；经济下行，有人喊完蛋了，有人低价抄底翻倍；社交场合，有人紧张结巴，有人侃侃而谈收获机会，差别就在于解释权。心理学有个理论叫压力解释模型。压力不是客观存在，而是你对事件的解读。当你把压力看成威胁，身体立刻拉响警报，焦虑、逃避、崩溃，全套流程直接上线。但当你把压力当成挑战，身体启动战斗模式，分泌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，把你推入全力以赴状态，所以才会出现反差。有人手心冒汗就慌，以为要丢脸；有人手心冒汗却兴奋，因为知道自己马上要登场。同样的身体信号，决定结果的不是强度，而是你的解读方式。高手不是更轻松，而是更会运用压力。他们拥有反脆弱思维，压力越大，成长越快，混乱越多，机会越大。心理学实验显示，面对压力被解释为挑战的人，注意力、学习力和创造力明显提升；被解释为威胁的人，则表现出记忆下降、决策迟缓和焦虑升级。第三章，核心模型，3步爆发公式。第一步，重写压力故事。压力来了，不要喊完蛋了，给它重新命名，要交报告了。可以理解为，这是磨练我的超级技能，老板催我加班。可以理解为，机会在考验我的执行力，工作堆成山。可以理解为，今天的挑战是明天的资本。心理学发现，当你给压力重新命名，大脑会启动不同模式，从被动逃避切换到主动驱动。压力不再是负担，而是催化剂，它能点燃潜能，释放战斗力，推动行动，并最终催生突破。记住，你是自己压力故事的编剧，剧情走向由你掌控。
第二步，微习惯切片，别靠蛮力抗压。高手用微习惯把行动变成自动反应。健身先做一个俯卧撑，花钱前停30秒，问自己真有必要吗？早起比平时早10分钟，小动作在潜意识里埋下种子，慢慢自动化。高手不是更猛，而是用习惯巧妙化解压力，把行动自动化。第三步，压力套利。压力不是硬扛，而是借力打力。职场大项目拆解成小块，每天完成一点，小胜利累积。社交焦虑从3分钟闲聊开始，逐步升级到演讲。经济压力先学副业技能，再增加一条收入线。家庭冲突先解决小矛盾，逐步建立长期沟通模式。压力是金石，废铁受压会碎裂，钻石受压才能闪耀。你希望成为哪一个？微习惯切片加压力套利，每一步都在打磨你内在的钻石，把压力转化为行动力、能量和突破力。第4章，案例解剖，普通人 vs 高手。案例1，面对批评。普通人听到批评马上防御，心里焦虑自责，甚至选择逃避。高手先分析哪些信息有用，然后调整策略，改进自己，内心更强大。案例2，面对失败。普通人失败一次就沮丧、抱怨，甚至放弃。高手失败一次就复盘原因，优化方法，再尝试，把失败变成加速器。案例3，学习新技能。普通人遇到难题回避或拖延，技能原地踏步。高手把难题拆成小块，每天积累一点，长期形成显著提升。案例4，社交或演讲焦虑。普通人害怕出错，选择闭口，错失机会。高手从5句简单表达开始练习，逐步建立完整对话能力和自信，扩展人脉。案例5，团队协作压力。普通人意见不同抱怨、内耗，团队氛围紧张，个人受阻。高手先寻找共识，完成小目标，积累信任，再推动团队整体升级。案例6，职场晋升压力。普通人日常忙碌，但被动等待机会，原地踏步。高手主动承担难题，依靠每天的小胜利累积成绩，自然迎来晋升。同样环境，不同操作系统，造就不同人生结果。普通人让压力拖垮自己，高手让压力推动自己进化。第5章，实操指南，压力变动力。压力常让你焦虑，拖慢行动，其实你完全可以主动掌控它，让压力为你服务，不再拖垮你，而是催化你成长。一落直减压，每天花3分钟，把最让你心慌的压力写下来，用文字分解紧张感，让潜意识先松一口气，写出来等于压力减半。2，微行动启动器，把大目标拆成荒谬小动作，身体和大脑习惯先动再说，让行动自然自动化，动起来等于自动启动潜能。3，压力变金币，把焦虑当作信号，转化为机会，把压力打造成能量矿，每次触发都在打磨你的潜能，变成收益等于焦虑转化为行动力。4，逆向自问，每周给自己提问，继续5年会怎样？反着做更快吗？用未来视角打破惯性，让行动和认知同步升级。5，日中回放，每天睡前回顾压力，问自己，今天压力帮我赚到什么？不只是记录，而是把压力变成成长账单，让潜意识明白，压力就是成长燃料。第6章，行动挑战，把理论变成爆发力。挑选最近最容易被潜意识打断的一个习惯，设计微习惯触发器，明天开始，坚持7天，把压力化为行动，打破惯性，让潜意识无法阻挡你。在评论区公开你的挑战，让潜意识最怕被曝光，同时形成外部驱动力。记住，人生不是避开风暴，而是学会在风暴里升级。压力不是敌人，它是你的人生外挂。富人和穷人的差距，不是努力多少，而是潜意识底层设定的不同。别光听热血，要去做。压力不会消失，
它要么毁了你，要么造就你。今天的视频如果触动了你，记得点个赞，留个评论，关注一下。下期我会带你揭开一个更炸裂的话题，你的信念其实是别人偷偷写进你脑子里的程序，那才是真正能让你重启人生的黑客手册。现在就行动，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最近最大的压力是什么？我会挑几个在下期视频里解析，让你学会把压力直接变成成长引擎。